现在开始录影。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每一个孔它所拨的线径，然后我们这样子为什么要用电缆线来示范？因为我们的电缆线太多了，所以电缆线跟高压线用大陆机器来拨的话，一般来说都不好拨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展示给各位看。来 ，Amy 到对面去，把机器打开，开前进那一边，转向前进那一边。好，这一个第二孔，来，非常轻松的就给它过来了哦。第二孔，好，全部都开了。来，这个第三孔，好，也都有开。然后来，各位看一下哈，从小孔的算过来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是14平方的。来，小孔算过来第4孔，圆孔算过来第4孔。对，好，圆孔算过来第4孔，好，都把它放进去，一条一条把它放进去哈，不用整理没关系，不用整理没关系。不用整理没关系，前面拿了就给它拖进去就好了。最后一条等一下，就是这两条先，那条黑色的先不要。这个都开了，来，这个也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的是第4孔，圆孔的第4孔，14平方的，来弄下去。来，现在到最前面这边来拍照，哎，摄影过来。为什么要讲解用第4孔呢？刚才用的就是这是第4孔，因为这边没有贴上标签。然后各位再看一下，这里面是没有展示的，里面刚刚是割下来的。14平方以下不用整理线，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开，非常好，全部都开，现在一镜到底的。然后各位，最大条这个今天办照的就是要展示一下高压线，第1孔拨完换拨第2孔，来，非常轻松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第1孔拨完，然后我们来看换拨第2孔，看一下。第2孔拨完，如果说它没有一次都开，我们稍微转个角度，第2次拨开，刚刚是2片，这次就会变成4片，非常简单哦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哦，非常简单，这样解决它就变成4片。但是这台没有什么，来，这个要拍得非常的清楚。这边有0.5平方7条的，各位有看到了吗？0.5平方7条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看到哈，0.5平方，来展示一下，0.5平方就是第1孔1.0以下，1.0以下，来各位再看一下，1.0以下是这一孔，非常简单。Amy 到对面拿那个脸盆把它接着，一条，好 ，M5呢拉上去2条，拉高一点，这样子整个拍起来哦，要拍到我在操作，3条。4条，5条，第6条，最后一条接地线。好，我们这个一镜到底的都没有调整，从最大孔到最小孔。现在我们把机器关掉。非常重要，检查一下哈，这7条有没有全部都开？线有没有割得乱七八糟？1条，来，我们这样子没关系哈。1条，有看到吗？2条，3条，好，这3条哈，我们把它拉开看看。哎，一次 OK， 3条都开了哈。我们把皮拉出来，这是3条线，3条皮，剩下的这4条应该也都有开。
应该有多少开？1、2、3、4哈。如果各位觉得这个线不好拨，像刚刚那样不好拨，开下去，最前面这一孔放进去，然后再压一次，好，在后面水梅在后面就好了。2次，3条，4条，这个不是切割哦，这个只是在把它压线哦，这个不是切割，只是把它压线，把它的线再压出来。如果你没有切开的话，是压不出来的这个都是软丝线拨大线不稀奇拨小线，能拨小线才叫真功夫，能拨大线叫有实力。来让各位展示一下3条，来4条，总共7条，我们都是一次切就全部都开。这是为各位展示的是日本款28000的，从最大孔到最小孔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调整行为。各位看一下，越简单的机器需要越高的技术。谢谢大家。